家好，我是 Sophia。在最近也就是3月4日凌晨，第一声的春雷响起咯。那春雷响起的时间大约都会在惊蛰的前后几天左右也代表着春天到来，气温回升，使冬眠中的动物和昆虫开始惊醒，准备出来活动，所以称为惊蛰。那春雷惊醒了这些直居生物的冬眠，天地万物呈现生机蓬勃的景象，代表唤醒能量，也有着阳气生发的意思，也象征着天地万物能迎来新生。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就是春雷炸响，哪方面将迎来新生？画面上有3个选项，我们可以依照第一直觉来做选择。如果难以选择的话，可以闭眼深呼吸，再睁开眼睛，选择你有感觉的选项就可以咯。如果你同时对2组选项都有感觉的话，也可以2个选项都听听看说不定都有要给你的讯息哦。那选好的话，我们就直接进入解牌环节咯。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你目前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呢？紫微牌卡抽到了武曲七煞、化科的反牌，还有长生。选择第一组的朋友，能拼敢冲，是条汉子，个性比较直来直往，强悍单纯，而且是一个比较目标导向的人，是一个超级行动派，有一种说走就要走的强势气魄。所以呢，运势好的时候可以大有斩获，并且创造出非凡的成就。但是如果运势不好的话，很容易冲过头，就无力回天。在人际关系方面呢，因为个性直率，所以也容易因为缺乏协调而和人产生误解。最近让你操心的事会比较多容易会为了投资或是财务的状况而烦恼。精神方面会比较紧张无法放松，也容易为了面子的问题而有过度花费的状况。不过长生牌卡的出现，代表最近的你应该是有开启了一个新的项目，可能是一个人生的新的里程碑，或是一直以来你很想做的事情有一个突破的进展，或是有新的工作、新的职位或职业，或是呢有新萌芽的感情，都会让你最近有一种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感觉，整个人会有充满愉悦与满足的氛围。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塔罗牌抽到的是女祭司的正位、金币10逆位、正义的逆位、宝剑5逆位。最近的你心态相对的冷静与沉着，可能会选择在旁边先默默的观察，三思后才会行动。身边的环境可能会呈现竞争比较激烈，或是大家会为了自己的权利或利益有一些明争暗斗的状况或是呢会有人为了钱而伤了和气。建议你不要花费太多心力在这些人身上能闪则闪，免得吃力不讨好。那最近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会遇到有关法律相关的问题，也就是可能需要透过法律诉讼来解决的事情小一点的可能是交通罚单，或是有可能要上法院之类的。那也可能是你在生活中遇到了比较不公不义的事，都让你觉得气愤难平，或是会有痛苦、悲伤、无法忍受，或是有不甘心失败的感觉好的，以上的验证讯息如果有对应的话，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咯。选择第一组的朋友，春雷炸响后，在最近的1个月将迎来情感的丰盛和个人成就发展上的新生。塔罗牌抽到了愚人正位、圣杯6逆位、星星的逆位、魔术师的正位，还有爱心、鱼、狗、鸟和山。在未来的你将会且战且走，不会给自己设限能勇于去面对挑战与难关，非常具有冒险的精神，可能会想着我最差就命一条，不然你想要怎么样？不过应该也没这么严重啦，就是会比较不惧事，也能拥有开放的心态，
比较不会害怕这周围的环境对你不友善。你知道自己必须独立起来，自己照顾自己，必须要改变旧有的模式，才能迈向成功。不过要小心，有时你会有点太过理想化哦，把一切想得太美好，所以容易有时会有点失落的情绪。如果事情没有照你所想的一切发展，你就会有点悲观哦，想太多。建议你对未来的事不要有过度的期待哦，以免容易有失望的感觉。其实这个失望的感觉并不是事情的发展有多糟，只是因为你的期望值可能太高了。本来只能有100分，可是你却有120分的期待，这怎么能不失望呢？不过呢，魔术师正位的出现也代表你还是能有所期待的哦。在未来，你将能展现强大的自信，也能设定目标，大胆地表现自我。如果你有想要创业或转换跑道，都是能迎来不错的发展哦，也能享受创造于个人舞台带来的成就。爱心这张牌的出现，也代表你未来的一段时间能感受到情感的丰盛，但是这个丰盛不一定指的是爱情的关系，有可能是身边的人，不管是朋友还是家人，带给你的幸福和喜悦。你能感受到被关心、被爱的感觉，这种感觉能滋养你的心灵，也能让你觉得受到重视以及受到照顾。当然，如果你有心仪的人，最近也有机会能够更进一步，这代表着你们能有机会从朋友更进一步的成为恋人的关系，或更进一步的确认彼此，两个人呢会更有归属感。不过鸟加3这2张牌也代表着在未来还有很多的挑战在等着你哦，或者呢事情容易有被拖延或遭到反对的声音，让事情的进展会比较缓慢，可能会让你有被束缚的感觉哦。但是不用担心哦，事情陷入僵局，但不是绝对无法改变的事情。要记得哦，总是有方法可以绕道而行，或是能跨越它。你要记得，虽然说万事起头难，但你是一位魔术师，凭着你的坚持不懈，一定能战胜一切的阻力哦。再来是神谕卡，抽到了通往个人疗愈与幸福的大门的反牌，还有全面束缚。这2张牌是要告诉我们，如果现在的你感觉在你的生活中觉得动弹不得，生活中呢似乎有一些比较戏剧化的事情在发生，让你无法前进或感到面临卡关的感觉。那也有可能你是在等待签约，或是等着要和某人达成协议。无论是什么问题让你觉得卡卡的，让你感到喘不过气，宇宙要提醒你哦，不要用情绪上的焦虑和逃避的心态来捆绑住自己哦。你应该积极的面对，并且做些彻底的改变，以免容易活在自己建构的监狱里走不出来。有时候打造这些困住你的牢笼的是自己旧有习惯和限制。你要知道，你拥有选择活出自己的自由，你知道自己是有能力达成你要的结果，你也有能力创造更多美好的新生活。再来是大天使神谕卡，抽到了滋养和超感应力。这里说的滋养是要你滋养你的内在小孩。我们在成长时，多多少少内心都容易有一些缺憾，你应该要尊重你的感觉，也不必害怕深层的情绪或强烈的感觉，因为天使将会帮助你并净化你的负能量。你能想象一下哦，如果你有个小孩，你会怎么对他说话呢？怎么教育他？怎么照顾他？怎么陪他玩耍？这就是宇宙要告诉你的哦。花时间去玩耍，让自己快乐，像小孩一样变得天真与无忧无虑。小孩在跟你玩的时候，他是没有烦恼及忧愁的，当下的他只有快乐和愉悦陪伴着他。所以天使要你用你的爱去关注与滋养你的内在小孩，才能释放你的担忧哦。
再来是马卡龙脚趾牌卡。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4个漫画哦。这个人呢，在下雨天帮一个小水洼撑伞，以避免他去淋到雨。可是这个小水洼说：“淋雨我才能长大。”我们先来看一下牌卡给我们的讯息，不见得是坏事。生活是一条长长的线，有时候这条线往上爬得很高很高，有时候又直直落下，甚至掉到地平面之下，黑得让人看不到一丝光芒。那些坠落的时刻，不知都是以什么神奇的频率存在，总是想来就来，完全没有办法预测，也就丝毫无法招架。但每当拉远一点，把自己缩小一点的看，就会发现坏事其实并没有多坏，甚至还让自己改善了许多原本的坏习惯，朝着下一个阶段走去。宇宙要我们接受任何生活里大大小小的改变，或是呢勇敢的把坏事写在日记里头。还有就是你的所有愤怒需要适当的宣泄。我们知道人生呢本来就是起起伏伏的，有属于你的高光时刻，当然也有跌入深渊的时候。有时候呢来得又快又急，让人哭笑不得，也无法预防。人生呢就是这么充满变数，也充满无常。面对意外的发生，总是措手不及。不过当我们的人生遇到意外的当下，我们必须要学会接受现状，因为当你重新准备好之后，机会还会再出现的。对于现在正在痛苦挣扎阶段的人，每分每秒都觉得度日如年哦。其实人生在世，真正最难克服的是未知。人生中有很多挑战跟艰难，我们都必须独自面对。但你必须保持着一颗信任的心，并且相信在这挑战的尽头会有美好的风景。你要知道哦，这些所有的磨练，都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哦。再来是宝石卡，抽到的是黑色碧玺。黑色碧玺的能量是要我们驯服强大的情绪。这组的朋友有时候呢，可能会比较容易陷入负面思维，也许会觉得身边的一切有时呢会让我们喘不过气。我们都知道黑色碧玺的功效是可以帮我们打散负面能量的磁场，也可以帮助我们转化愤怒、嫉妒、憎恨等等的负能量，让我们心平气和。有位英勇的士兵呢，在一次的战役中打了败仗，所有的同袍都被歼灭了，只剩他一个人逃出来。他躲藏在一间残破并且年久失修的小庙中哦。他一个人也感到茫然无措，除了绝望，他感受不到任何的情绪。正当这个时候呢，他看到一只蚂蚁背着比身体大上好几倍的饼干屑，奋力的要往墙上，但是呢，却一再的掉下来。每当以为他要放弃的时候，这个蚂蚁呢又背着饼干屑往上走了一次又一次，重复同样的动作。这个士兵呢突然领悟到了所谓生命的意义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每个人生的战局都等着我们去挑战。勇敢的战士，他可以克服绝境，他也能接受失败的情绪，面对落败的事实哦。千万别让情绪成为了你失败的种子。在面对不如意的时刻，我们只需要沉潜再起，那胜利的旗帜将能再重新升起。如果连一只蚂蚁都能克服逆境，我们怎么可以输给一只只有小小身躯的蚂蚁呢？宇宙要我们知道，坚强如你如我，要相信我们绝对不会是被击倒的那一个哦。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易经抽到的是第62卦的雷山小过卦。小过有小小过失，稍微过分，犯了一些小过错之意。也就是说，雷在山上响起，稍微超过了平常一些，就是小过。这支卦要提醒我们，在发现有差错的时候，能及早改正，则万事亨通，也就是知过能改，善莫大焉。
能及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才不至于引发失和的负面后果。这里一直在提到一样的讯息哦，也就是你的旧有思维带给你的习惯和限制。有可能常常你想了一件事都还没做，你就一直觉得我可能不行，我一定做不到，一直这样打枪自己。你应该要思考一下哦，生活中需要摒除的坏习惯，让自己能用崭新的思维来推动自己前进，才能迎来更美好的人生。最近虽然不适合做出大计划或者是重要的决策，但是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是没关系的哦。不过要注意人际关系哦，需要谨言慎行，免得有可能会得罪人哦。那动爻为初爻，所以得到的下卦为离，离为火，所以得到的是第55卦的雷火风卦。风有丰富、丰盛、丰收之意。上卦为震，代表了震动，锣鼓喧天，也就是乐队的鼓声震天，响彻云霄。下卦为离，代表了华丽、热情，也就是群众盛装打扮，热情参与，热闹非凡。你可以想象为大型的庙会哦，像最近的妈祖绕境一样，或是巴西的嘉年华会，有大量的鞭炮声，鼓声处处，晚上的烟火七彩缤纷，照亮四方，壮观无比。这支卦提醒我们，在你运势如日中天之际，要懂得惜福惜缘，要把握当下的好运气，也必须居安思危，要备好后路哦。因为潮起潮落，月圆月缺都是自然的现象。最近的运势会有越来越好的趋势，身世能如日中天，但需防好景不长哦。财运也不错，能进账丰厚，很让人羡慕哦。有谋求之事的话，能顺利如你所愿，但是凡事还是必须以和为贵哦。要开创事业的话，事业能声势浩大，在短期内可以打响知名度。如果是要转换工作，运势不错，人往高处走，能找到大有发展的工作哦。有诉讼纠纷的话，现在这个时机对你最有利，适合速战速决。要寻找失物的方面，可以利用照明设备，多在暗处多找寻看看。以上呢就是今天第一组的解牌，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咯，拜拜。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二组的朋友，你目前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呢？紫微牌卡抽到了巨门，华科的反牌，绝的反牌。选择这组的朋友有自信，而且口才佳，个性耿直，敦厚善良，能言善道，喜欢吸收知识来充实自己，环境适应能力强，适合靠嘴吃饭的行业，像律师、老师或是名嘴之类的哦。巨门化气为暗，也就是说内心容易缺乏安全感，所以凡事都会做足准备，所以他们博学也博爱，希望自己的价值能被认同，也因为不安、猜疑或防备心会比较重，所以呢，善于思考和观察，还有推理分析的能力也比较强。生性孤独，但也渴望被关怀，非常重视精神享受哦，也跟宗教很有缘分。绝的反牌代表你最近有绝处逢生的机会，所以你不应该对生活或你在意的事情失去希望哦，因为呢，事情已经出现曙光，你是有机会能摆脱困境，迎来重生的哦。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塔罗牌抽到的是圣杯3的逆位，世界的逆位，金币8的正位，宝剑国王的逆位。最近的你可能会有蛮多机会能出去玩耍的，或是常常有一些应酬和聚会。不过最近的大环境不好，可能会造成你想做的事情有被中断，或是计划延迟所带来的停滞现象。不过你还是在你的工作领域中努力的学习和付出。
透过强而稳健的行动，让自己能够慢慢的实现理想。因为你知道未来的美好取决于此刻投入了多少。最近的你可能会比较固执哦，对事情容易感到犹豫不决，猜疑心或防备心也比较重，也可能是和身边的人有利益的冲突，所以不容易妥协。最近的工作也可能常常要你加班，工时比较长，或者是工作环境比较严苛，会让你有容易过劳和疲倦的感觉。那以上的验证讯息呢，如果有对应的话，我们就继续的听下去咯。选择第2组的朋友，春雷炸响后，在最近的2个月后，将迎来人生目标的达成和财务进账迎来的新生。塔罗牌抽到了权杖国王的逆位，金币2的正位，月亮的正位，正义的逆位，还有老鼠、鱼、房子、镰刀和树。最近的你比较顽固固执，所以比较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这样会比较容易造成你想推进的事情进展比较不容易。你应该站在不同的角度上思考，接纳别人的意见，这样呢才能让事情推动得更顺利。最近如果有金流周转和借贷的问题，你都能控制得宜哦，甚至呢会有钱滚钱，赚进一笔钱财的可能。你的生活还是一样很忙碌哦，难以放松。不过你还是能保持弹性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哦。有可能你是在兼职2份以上的工作，正在从中寻找平衡点，或者是呢你负责的项目太多，你正在调配这些工作的大大小小的事项。月亮这张牌呢，常常出现在我们转换工作或转换生活环境，或者是到一个新的地方，面对未知，而且呢目前前路茫茫，感到有点焦虑和恐惧的时候，容易会出现。你心里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或是最近容易做很多梦，最近也容易优柔寡断或做事犹豫不决。你可以透过冥想和疗愈来让自己静心哦，消除自己的不安全感。你要相信哦，这些很快就会过去了，崭新的未来就在眼前了，你将能迎来美好的人生哦。因为后面就出现了这张鱼的这张牌，这代表着丰盛，还有财务的进账。你的工作也能迎来好的机会，能有成功的改变，或是呢事业能得到拓展的机会。未来的你呢，将能消除那些不安与焦虑感，能在自己建构的城堡中感到满足和安全感。你也能为你的目标打下稳定的基础，让你之后进行的能更顺畅，也能让你斩断过去的太固执和执着的能量。建议你应该要保持耐心哦，不要太急，因为根基稳固，最终才能为你带来更大的成长和进步。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抽到了无限可能的反牌，财务限制的反牌。无限可能的反牌的出现呢，是在提醒你，你的身边可能有非常多的选择，但是不要因为你的一意孤行而错过未知的机会。有时候习惯会将我们困住，这跟刚刚讲的固执是一样的哦。这些固执会让我们没发现到，其实我们有更健康或更快乐的选择。当我们选择打开另外一扇门，走向不一样的道路，不管是思维、行为上的改变，还是面临更重大的抉择，你的未来就有可能开启无限的可能。财务限制的反牌代表着最近可能会有进财的可能，会有金钱以及其他让你感到更丰盛的东西进入你的生命中哦。随着资金的到位，你会发现自己能有更多的自由来承担更多的风险，也不用小心翼翼地控管自己的开销。你只需要等待时机，丰盛之流正在涌向着你哦。再来是大天使神谕卡，抽到了生命的回顾和克服困难。
天使说，检视你的生命需要勇气，但是呢，如果用慈悲与幽默感来看待他们时，我们自然会在生命的回顾中得到成长与学习。苦瓜再苦，也没有人生苦。我们人生经历了多少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转化这些人生的苦痛，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学习到了什么，领悟了什么。我们所面对的任何挑战都能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壮。天使要告诉你现在最困难的已经过去了，你已经克服了之前的挑战，你只要打开你的心，用慈悲来面对跟你一样在挑战中的人们，并且呢，释放指责或是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心态，你将能吸引一个爱的解决之道与崭新的局面哦。再来是马卡龙脚趾牌卡，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4个漫画。这个太阳和云说，我发现我还是没有办法照亮每一个人。云跟太阳说，你只是生来会发光，但不代表那就是你的使命。我们先来看一下牌卡给我们的讯息哦。他说呢，世界与你无关。也许你正因为没有办法改变世界而感到痛苦，但这个世界从来就不需要你的改变。无论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无论世界上有多么荒唐的想法与言论，无论你身边的人快不快乐，都与你无关。世界仍以它的步调持续运转着。你拥有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的能力，但那并不是你生来的使命。卸下不必要的压力，灵魂将在变得更轻盈自在的同时更有力量。宇宙要我们停止取悦别人，因为你无法取悦所有的人。还有当个 no man， 或者是呢设立交友的边界，如果感到不舒服就不要假装亲切。你是否因为压力太大而胃食道逆流呢？或者呢因为焦虑而辗转难眠？还是因为情绪而对家人乱发脾气呢？在繁忙的生活中，你是否也曾经出现过这些状况？有这些状况的出现，代表你应该要重视自我照顾的问题哦。这不只对自己好，像是花钱买痛快的这种行为，我们更要学会的是自我照顾的方式呢，其实是学会设立界限。设立界限是要我们学会量力而为。如果你不能衡量自己的能耐，设下停损点，就有可能会让自己陷在恶劣的人际关系或情境中直到精疲力尽，吃力又不讨好。界限呢，也能用来厘清责任归属。只要你清楚哪些责任属于自己，哪些又属于别人，就不会因为拒绝他人不合理的要求而有罪恶感。因为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讨好每个人哦。就像是一个万人迷，也是会有人讨厌他啊。所以我们无需讨好任何人，因为我们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爱我们。我们只要做好自己，对得起自己就好。在自己能力所及之下呢，与人为善，不刻意的营造自己美好的形象。这样呢，能让你的灵魂感到更轻松自在哦，生活也能更快乐。再来是宝石卡，抽到的是绿松石，将城市燃成一片温热。这里的意思是将温暖带给与你相遇的每一个人。人间呢，最难得的就是有缘能相会了。你我今生能相聚，共聚一堂，可能代表着我们前世就是有缘人，可能我们前世就认识哦。这种缘分呢，难能可贵。当然，也许在天涯行路的途中，你我可能只有这一次的交汇，然后呢，我们便各自的再往自己的目标走去。如果能在这个短暂的相处时，给彼此留下一些好意，或是一句清楚诚恳的表达，一段包容温暖的沟通，不需要多昂贵的馈赠，这就是最好的见面礼。这个世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礼物与回馈，
让我们可以大步的往前迈进。可能是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温馨的画面，我们一路捡取，一路分送，让这个世间呢充满爱。一个偶然的相遇，可能我们就会结下善缘。让我们以智慧的沟通为要，以诚恳的表达为实，这都能使勇气与力量倍增，协助我们人际、财富、事业的成功哦。幸福之门也将因此为你而开。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易经抽到的是第32卦的雷风恒卦。恒本意为恒星、恒久、永恒之意。上卦为震，代表了震动、长男；下卦为巽，代表了顺从、长女。长男与长女相配，代表了在适婚年龄天造地设的一对。在古代诉求男主外女主内为传统夫妻的正常运作模式，也就是讲求分工合作，所以代表求到这支卦的人应与人为善，并且广结善缘，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凡事呢，若能持之以恒，滴水也可穿石哦。也就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那动爻为3爻，所以得到的下卦为坎，坎为水，所以得到的是第40卦的雷水解卦。解有解除、解脱、疏解、解散之意。上卦为震，代表打雷。震在4季之中，旺于春季，也就是代表惊蛰这个节气，刚好就是最近啦，也符合我们的主题。这个时候呢的天气多雷雨，会惊动潜伏于大地的昆虫，让它苏醒。也就是说，平地一声雷，带着充沛的雨水滋润大地，万物因而欣欣向荣，一扫冬天的郁闷之气，使大地得到彻底的疏解。也就是说呢，如果你当下陷于困境之中，这个难关在短期之内自然就可以迎刃而解。不过如果指的是与感情相关的事，那短期之内呢难以解决。最近的运势不错，厄运能消退，好运就快要降临咯。有谋求之事的话，要把握这个好机会哦，可以成功。要开创事业的话，艰困的路已经过了，现在呢正是你重新出发的时候哦。如果呢有要转换工作，要把握机会哦，可以创造美好的未来。有诉讼纠纷的话，可以圆融的解决纠纷。要寻找失误的方面，就快要找到啦。以上呢就是今天第2组的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咯，拜拜。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3组的朋友，你目前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呢？紫微牌卡抽到了紫微七煞的反牌、禄存的反牌、冠带的反牌。选择这组牌的朋友有魄力、务实，做事亲力亲为，非常有执行力，不需要靠别人就可以成事。不过因为作风强势哦，所以会给人不好沟通，给人不好惹的印象，人缘呢没那么好。不过因为这边是反牌，可能最近呢会有点固执哦，或是对别人或自己过于严苛，或是呢最近做事的阻碍比较多，有被亲人朋友背叛的可能。禄存和冠带的反牌出现在这里，代表你最近如果有想从事的事情或计划，会因为缘分不足或缺乏帮助，所以呢容易期待落空，或是事情没有达成，有破财的可能。也表示目前的你对未来或是对目标感到彷徨，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会比较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塔罗牌抽到的是女祭司的逆位、世界的正位、命运之轮的逆位，还有节制的逆位。最近的你可能会有误判情势，或是判断错误而让自己站错边的情况。这有可能是你缺乏研究，或是呢只凭自己的直觉或主观意识就去做选择所导致的。最近的你变动性不大，
即使你有变动，这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计划和筹备。但是呢，稳定不代表没事。就像情侣没有不吵架的，那工作呢也不是轻松的。最近的外在形势可能会带给你一种时不我与的感觉，比如说最近的关税事件可能影响到你的一些股票收益啊，可能之前朋友买了有赚，所以呢推荐你来买，但是你买了之后它就开始跌，类似这种事件哦，是外在的环境影响到你的，而不是你本身的问题。当然这也可能是自身有问题啦，就是错判了情势，或是呢欠缺研究。最近处理事情呢也比较会使用情绪化的处理方式，而容易造成有沟通不良的状况，或是呢各自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着想，所以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容易呢和人有沟通不良或是利益冲突的情形。以上的验证讯息呢，如果有对应的话，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咯。选择第三组的朋友，春雷炸响后，在最近的3个月内，将迎来灵性的蜕变和人际关系圆满带来的新生。塔罗牌抽到了星星的逆位、圣杯3的正位、愚人的正位、圣杯7的正位，还有小孩、花园、船、钥匙和书。最近的你可能会太在意或陷在过去曾经经历过的负面感受之中哦，难以自拔，害怕曾经的伤痛会再次的重演，所以觉得自己一事无成，也难以重新开始。不过呢，在未来的你是能有机会投入一个全新的领域或职务的改变，也能迎来学习成长的机会，能享受当下的美好。愚人的灵呢，就像是一颗蛋，象征着我们即将破蛋而出，而来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最近可能会有旅行的运势哦，或是在生活中呢能有全新的体验。我们常说呢，愚人赚的不是钱，而是历练。这代表最近的你将迎来改变的能量，或是能尝试不同的学习。这能帮助你找到初衷与热情，不预设期待，反而能让你收获更多哦。如果有需要团队合作的工作呢，最近也能成功达成目标。你应该要学会敞开心胸，去接受每个人的不同，并且呢，多与同事互动、协助或是接受他们的帮助都是有必要的哦。你也能了解，学会做人有时呢，会比做事更重要。不过最近的你注意力太分散，没有办法专心的做一件事哦，而且呢，常常搞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容易被别人影响你的判断，而有选择困难症哦。追根究底呢，这有可能是我们常常爱编织一些美好的梦想，但是呢，你想象中的美好可能是现实中的毒药，别人的幸福不见得适合你哦。你应该好好的思考什么是你想要的，而不是别人有什么你也想要有什么。最近的人际关系也能迎来正向的改变，会有机会能有一些聚会的场合，认识新的人。生活中呢，会多很多社交的机会，或是随机的聚餐。钥匙这张牌的出现，代表最近的你能打开机会的大门，或是让你拖延了很久都解决不了的事情，能找到解决之道，或有新的关键资讯或发现。你能找到解决事情的办法和解答，困扰你很久的事情将迎来好的正向的结果哦。再来是神谕卡，抽到了寺庙之路、千古疗愈师的反牌，还有爱的天使。最近的你生活中可能有些大大小小的波动，甚至呢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可能令你感到精疲力尽哦。我们都知道呢，毛毛虫要蜕变成蝴蝶之前，需要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蛰伏。这个蛰伏呢，可能是痛苦的，是一个孤独的过程。不过宇宙呢，要你多花点时间，让自己振作起来哦。不管现在你的问题是什么，
是精神、情感、生理还是财务状况？你现在呢正在经历一场灵性的蜕变，这是你的灵魂此生必走的命运，也就是说，这是冥冥之中的安排，那也是业力的驱动。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任何决定，对你的个人成长或是人生课题都很重要哦。不过你不用害怕，因为不管你身陷何处，你都能得到灵性世界的朋友或家人以及天使给你的指引。他们能帮助你提升你的智慧和灵感，也能带给你爱的连结哦。你只需要放开你的心，静静地感受满满的爱与关怀，并且带着无条件的爱，珍惜自己。你会发现所有的温柔、呵护会用美好而且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到你身边哦。再来是大天使神谕卡，抽到了生命的回顾和超听觉力。天使说呢，检视你的生命需要勇气，但是如果用慈悲与幽默感来看待它时，我们自然呢会在生命的回顾中得到成长与学习。这让我想到一个朋友哦，他总是笑笑的，以幽默的口吻来跟我说他的悲惨的经历。提到过去的事呢，总是笑中带泪的。他说他在当下是真的很痛苦，可是当事过境迁，他是以一个说笑话的形式来呈现一件悲苦的事情。有人说呢，这个黄连再苦也没有人生苦。我们的人生经历了多少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转化这些人生的苦痛，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学习到了什么，又领悟了什么。如果你最近常常看到同样的数字，或是一直看到同样的关键字，那你应该要有所觉知哦，这是天使在给你的提醒和讯息。你要注意你内心和你耳朵听到的一切，因为呢，这是来自天使神圣的指引哦。天使将带你从过去的苦痛中解脱，引导你走向光明的未来。再来是马卡龙脚趾牌卡，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4个漫画。这个人跟他朋友说我很好，结果呢，他的心长出了一个长长的鼻子。我们先来看一下牌卡给我们的讯息哦。他说呢，心是最不该说谎的，你的心需要被好好照顾。如果你总是小心翼翼，害怕对他人说出内心真正的感受，也在很多时候因为没有确的表达真实的内在，而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理解自己，那么请时时刻刻拿起这张牌，提醒自己，别让我们最深沉的一部分陪着自己演出任何一场戏。无论你觉得你的角色应该要是什么，应该有着怎么样的灵魂，说怎么样的话，这些经过三思后而有些不自然的自己，有时候甚至成为你都不认识的人。宇宙要我们呢，把憋了很久的情绪说出来，或试试不必当好人的人生。这组牌的朋友可能内心有隐藏了很多的情绪，无法对外人说，通常都会以最坚强的一面来面对别人，那有苦也只能往肚里吞。因为当我们刻意的隐藏自己的感受，表现出不真诚的那一面时，对方是能够感知到的哦。虽然呢，他不一定会拆穿，但是有研究显示哦，当人听到有人说谎时呢，会造成血压上升的现象。这个反应呢，能很诚实地表达了我们内心的想法。这种生理反应也解释了，当我们在和虚伪的人相处时所产生的不舒服的感觉，而且呢，被压抑的脆弱并不会彻底的消失。它可能会转化为其他的情绪表现，例如愤怒，而且这种脆弱时的表达常常是对人不对事的。这种愤怒会让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陷入长期的不和谐和冲突之中，所以有时候让人看到自己的脆弱并不是可耻的哦。脆弱并不等于虚弱，不掩饰脆弱也不意味着自曝其短。鼓励自己表达情绪，哪怕呢我们只是对自己表达，
可以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情绪哦。表达的过程呢，就是我们对于这种情绪产生的合理性的认可。我们也能从中呢，会重新获得一种对自己情绪的掌控感哦。再来是宝石卡，抽到的是黑玛瑙，成为展翼的凤蝶。我们都知道，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破坏呢，是生命重建的机会。我们只要能接受生命的不完美，我们还能是自己的主人哦，一切就有改变的可能。话说呢，有一位经纪人，他想签下画家的出版代理权，但是他想以低价来签下这个画家，来赚取高额的出版与酬庸。虽然说呢，艺术是无价的，但是他却不愿意多给一些费用。这个画家当然也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啊，要签约呢是不可能，但是要走呢却也走不了。正当这个经纪人滔滔不绝，讲得口沫横飞之时哦，手臂一挥，忽然把一杯茶泼在了白色的粉墙上。这餐厅老板看见了，想要索取赔偿。这个经纪人呢，不想妥协。正当双方僵持不下之时，这个画家呢，默默地拿出墨笔，往墙上大笔一挥，一幅美丽的水墨凤蝶栩栩如生，让所有人呢都大为赞叹。后来呢，这耀眼的凤蝶变成餐馆的镇店之宝，也为这家餐馆带来人潮。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只要拥有智慧，就能进退有据，不受到他人的牵制与摆布哦。生命中呢，所有发生的事都可以是一个转机哦。千万不要让别人的过错来变成自己的污点。生命呢，就是从各种经验中疗愈和学习的。只要能得到领悟，一个污字也能转化成展翅的蝴蝶。人生本来就不是完美的哦，如何转化你的不完美，才是我们今生的功课哦。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易经抽到的是第2卦的坤卦。坤呢，有大地之母，柔顺之意，就好比母亲孕育出生生不息的新生命，能世代相传，让地球这个生命共同体得以均衡、自由自在地发展下去。也就是温柔包容、行事低调，是一种谦和的美德。做人安稳平和，默默耕耘，累积正面能量。抽到这支卦也是提醒这组牌的朋友，待人处事应秉持着外圆内方，凡事应以柔性的方式来待人处事。保护自己很好，没错，但是呢，要小心不要让自己变成带刺的玫瑰。最近的运势呢，应该顺势而行，抛除己见，努力奋斗，稳定中求进步，必有所获。低调的人可以获利更多哦，内心宽容的人可以得到更多帮助。有谋求之士的话，建议以退为进，静静等待好消息哦。要开创事业的话，这个事业建议是与你的事业和经历有相关，要努力踏实，等基础打好后，前途是看好的哦。如果是要转换工作，新的工作不会比较有发展，建议呢还是待在原公司。恋爱运方面，要能分享对方的苦与乐，也能接受对方的优缺点，就能走得长远。最近有考试的话呢，可以凭着长期的努力得到好成绩，千万不要只想依靠考运哦。有诉讼纠纷的话，以和为贵，慢慢来，可以磨磨彼此的锐气。要寻找事物的方面，如果是住家呢，可以往客厅或是往女主人的房间寻找。办公室的话，可以看看会议室、公共设施或电梯口看看。如果是室外呢，可以往大广场，也就是比较空旷的地方找找看哦。以上呢就是今天第3组的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喽，拜拜。